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九。之前说广播剧《风水地》副本结束的时候，来做这3位主要角色的人物解析。那今天就让我们开启这个系列吧。这次先来讲水师无度。听完广播剧之后，让我对师无度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上升了一个维度。我才意识到师无度原来是这么有魅力的一个人物，真的从头横到尾，即使对上黑水沉舟都没有输。对，他虽然死了，但他没有输。那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水师。水师无度，上天庭5师之一，掌水兼掌财，风师清玄的哥哥，人称水横天。按照花城的话，就是船从大江过，是走还是留，全凭他一句话，不给他上供他就翻船，挺横的。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先来讲一下水师无度的童年。我在和于皮瑞广播剧的时候说过，水师的童年篇幅很少，基本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就他现在的这个性格成因，还是很好从童年时期的经历看出来的。师无度和师清玄出生在一个巨富商贾之家，弟弟师清玄在出生宴席上被白化真仙缠上，得到一句不得善始，不得善终。师家把师清玄当女孩子养大，才平安过去10年。可在这10年间，曾经的豪门大富之家渐渐衰落，师无度父母去世，家里的叔伯都在勾心斗角争夺家产。师无度觉得这些人很烦，年仅16岁就带着弟弟离家拜师修行。16岁的孩子面临丧父丧母，家中巨变，亲弟年幼，还身负邪祟的诅咒，他不得不把自己当成个大人，也不得不在短短几年之内快速成长。而他童年最大的目标，第一是如何在这个冰冷无依的世界中活下去，第二就是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弟弟师清玄。这样的童年经历会让师无度认为温柔、正义、善良这种情绪是不必要的，这只能让他们遭受到欺凌和痛苦，所以他变得强硬，他横，他要掌握权力，因为当所有其他人都靠不住的时候，他只能相信自己的力量，也只能靠他自己。师无度苦修数年，飞升之后立刻把师清玄提到中天庭。我觉得就是在他把师清玄提到中天庭之后，才发现无法彻底解决白化真仙的问题，所以情急之下，他想到了换命这一条路。白化仙人如果缠上一个人，便会如复古之躯，难以摆脱。他会不断在这个人喜事到来的时候发出诅咒，而这个诅咒往往会成真。而且因为害怕诅咒成真的恐惧，恰恰会变成白化仙人的养料。师清玄遇到的那只白化仙人是道行最高最厉害的一只，被叫做白化真仙。被他缠上的人就会斩草除根，不光他的猎物，就连猎物的亲族友人也会被波及，而被盯上的猎物往往只有自杀这一个结果。这足以看出白化真仙有多可怕。所以以师无度对弟弟的照顾和力求圆满的性格，他怎么可能容许弟弟的生命里一直存在一个摆脱不掉的隐患？就算升到中天庭，如果一辈子都要弟弟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师清玄愿不愿意不说，师无度第一个不愿意。所以换命对于师无度来说是完全不用纠结的问题。他费尽心思找到和弟弟八字一样，名字里又同样带玄的人。巧的是，这个人还有飞升潜质，是将要渡劫的人，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在弟弟摆脱白化真仙的同时，还能飞升成神，简直不要太棒。而这个倒霉的冤大头就是贺玄。至于贺玄是谁，贺玄会怎么样，师无度完全不放在心上，以至于多年过去，当贺玄再一次站在他面前要复仇的时候，他甚至记不起这个人的长相。对于师无度来说，他觉得自己没有错吗？不，我反而认为他一直是知道自己错了的。但是错了又怎样？难道他就非要照着命运的安排来做事吗？命运又是什么？凭什么来操控他和弟弟的一生？师无度得到的一切，他的名声、钱财、地位，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没有的东西我自己挣，没有的命我就自己改。我命由我不由天。他痛快的飞升，痛快的给弟弟换命，也痛快的选择了死亡。他的一生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完完整整，没有任何人能够抢走。即使仇恨深重成绝的黑水玄鬼，也没有在和师无度的斗争里尝到甜头。
黑水和事无度的对峙里，看似一直是黑水在掌握节奏，实则不然，掌控全局的人一直是水事无度。因为在黑水的复仇里掺杂了太多私人情绪，导致他爱不彻底，恨也不彻底，舍又舍不得，放又放不下。而事无度则始终目标明确，他要的就只是弟弟能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而自己会怎样，他完全不放在心上。在黑水岛上，鹤玄给他的2个选择，一个是给自己弟弟换上乞丐的命，再加事无度堕落凡间，另一个是让施清玄亲手了结事无度。事无度选了什么呢？他2个都没选。与其渡劫失败堕落凡间，和换了乞丐命格的弟弟在一起苟延残喘，尊严全无，不如痛痛快快的死掉。先做选择的人先赢得一切。所以事无度在得知黑水无法对施清玄下手之后，果断选择了死亡，也是非常干脆的死亡。他用言语激怒了黑水，让黑水在盛怒之下砍掉了他的头。自始至终，他人生的选择权永远在他自己手上。墨香说过，天官是为了逼角色在极端情况下做选择，事无度当然也做了选择，不仅仅是鹤玄给他的那2条路。他在温柔正义和不择手段活下去之间选择了不择手段，他在自己弟弟和无辜人的性命中选择了自己的弟弟，他在无尊严的活和有尊严的死中选择了有尊严，他在自己和弟弟中选择了弟弟。令人惊奇的是，事无度在每做一个选择时都看不出任何的犹豫和摇摆，他的规划和目标至始至终无比清晰，就是弟弟、自己、权、钱。至于其他人，他都极其冷漠，无辜还是有罪他都不在乎。让弟弟活下来的代价是一家5口的无妄之灾，他也不在乎。甚至他自己做的所有事，他视若珍宝的弟弟都全然无知。感觉在水师的人生筹码盘上从来没有施清玄，所以才会把施清玄养成那样一个天真仗义的形象。而事无度自己是不相信天真和正义的，他相信的只有自己和手中的权力。鹤玄说事无度毫无悔过之心，他是没有。虽然事无度说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是为了激怒鹤玄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他说的话未尝不是自己内心的映照。悔过之心，事无度完全不需要这种东西。悔过能带来什么？能让鹤玄一家5口活过来吗？自然不能。既然不能，那悔过就是无用的。仇恨的锁链一旦结成，非人命不得解。所以我觉得事无度做了太多任性的事，以至于最终清算时刻来临的时候，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他的天平上一直都放着自己的性命，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也没有丝毫惧怕，反而为了施清玄能活下去而开心。他就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都干脆利落的人，也是从头赢到尾的人。琼浆犹泪乳，石髓尚如泥，自能成羽翼，何必养云梯。好啦，事无度的分析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事无度这个人，我虽然不赞同他的价值观，但我欣赏他的果断。做自己人生的主人这件事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我很佩服，也特别欣赏这种决定导向的人。不管面临什么处境，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本篇的分析部分理论来自9型人格，最近因为朋友的推荐，也开始了解这个理论。不出意外，这次分析的3个人物都会参考9型人格的理论。这个9型人格理论是研究人活着的动机和原始恐惧还有欲望的。那也说一下事无度的 MBTI 和9型吧。根据网站显示，事无度的 MBTI 是 ENTJ，9型人格是8。8型人格的一个特点就是拒绝向社会习俗屈服，只要做了决定，就不会为后果害怕，也不会感到羞耻和担心。别人怎么看他，他心里都有一杆秤，但也不会被别人的想法影响，会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决心去做自己决定好的事。这个人格的重点就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是不是和事无度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很像？这种人格的原始恐惧是害怕自己受到伤害或者控制，然后他的基本欲望是为了保护某人。那这个也很明显，事无度愿意保护的人就是施清玄嘛。还有最后推荐一下天官广播剧结尾事无度的这一段，真的超级惊艳，配音老师配的也太好了吧，我直接被水师圈粉。
好的，那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来讲水师兄的宝贝弟弟清玄。喜欢这一期视频和喜欢我的分析的，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哦。特别喜欢的话，也可以给我超级感谢，这边是感谢名单，谢谢各位的支持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啦。